也就是如果说我控制了这南边的部队，你就上不来。真的，一模一样哎！阿拉善从阿拉善左旗的演训场出现那个街道地图，我个人研判是给无人机来做训练用。竟然呢，在中国的东部战区也弄了一个基地，完全模拟桃园街景啊！这就是标准台中阵地。国道3号、国道1号这边还有省道、滨海线铁路，所以这个地方相对于台湾的脖子，大家也不必惊慌，而是它有这个副案。他说开战之初呢，就从枋寮附近来登陆，但美国的盟邦攻击之下，以解放军成为最终的战俘哦。其实他这个兵推也是偷懒，他只是把美军2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的一话拿来当做他资料。那我特别要讲一个石头营这个地方，属于堡垒阵地，这是从日本殖民时代就留下来的战略布局。但是这个民进党他把石头营全部拆掉，重电，你保也保不了台湾的古迹。你抗中，你把阵地拆掉，并不是真的以抗中保台为主啊，事实上还是以他们的政治力、金钱力也在为挂帅吧。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讲我们的专家讲堂啊。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新一梯次的1年役的义务役兵呢已经结训了哦。这就不免让人想到两岸这个兵凶战危的状况啊！大家还记得这个自从金门帆船事件之后就没有平静过，甚至更可以往前追溯啊！这8年来民进党当政，两岸就是非常的紧张哦。而在这紧张的氛围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共军对于台湾攻台的准备似乎从来没有放松过，不管政治上的气候如何变化。那更别说啊，这个赖清德当选，其实有个很强烈的一个台独讯号。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共军的将领3不5时就会有出来放风声，说做最坏的打算。好，那我们已经有能力来攻台，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今天来好好来聊一下啊。最近有2个讯息释放出来啊，一个呢是这个共军的朱日和基地，当时呢作为这个攻台准备有出现总统府啊，另外呢是一个它的高梨山基地，也出现了台湾桃园的街景哦。哇，这真的看到啊，懂行的人眉头一皱，不懂行的人哈哈大笑啊，觉得这个是来搞笑的吗？啊，可是事实好像不是这样啊。我看到最近美国的兵推里面呢，虽然还是做什么台日美3方联军惨胜，但先决条件要有日美联军啊。再来另外一个就是，那如果真的是台日美联军，共军会怎么打？那如果没有联军，他又怎么打？那我想啊，人民有自治的权利啊，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那不应该呢去隐藏这样的一个讯息，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来好好讨论一下，到底如果解放军要攻台，他会怎么来作战呢？那关到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专家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谁？我们来请教立正将军，将军好，历史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将军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一定要好好请教一下。朱日和基地演习里面出现了总统府啊，这是15年的讯息啊。看起来朱日和基地这个准备呢，一直都在推进哦。之前我们也跟郑基文总编啊也聊过朱日和基地哦。最近他又搞了一个新的，外特区呢有87%像啊，说实在很厉害。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在内蒙古啊，他把那个接扩做出来了。然后最近有卫星航照去照了，跟总统府地下通道呢进行模拟啊。这个呢是几年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但是越来越加的清晰啊。这是军事迷所发现的，在这个推特的平台上面呢，就发现阿拉善左旗的演训场地呢，出现那个街道地图啊，竟然跟我们总统附近街道地图非常的相似啊！长期关注这个共军的这个军迷们就甚至呢做了一些标线，发现呢，哎呀，除了228公园之外，几乎都可以跟博爱特区对齐啊！那这就不是搞笑了哈。不过必须说啊，阿拉善左旗的布设的场景比较像是炸靶的场景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阿拉善左旗，他就做了一个场景的模拟啊，然后他们还去做一些标定啊。你看这个街廓这个是总统府的这个街廓在这里。好，那这个街廓是这样，这里真的一模一样大家看到这一条斜线就是这里这个斜线进来，那这里拉过来就是就是这里拉过来，哇，这不得了了，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巧合啦，任何一个军事投资或者是训练场地的建设，一定有它训练的一个目的在。那这个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个人研判是给无人机的飞手来做训练用，因为如果说战斗机来讲的话，不太可能，也不需要飞到总统府上空来再做攻击嘛。它大概导弹的射程大概从现在都有这个100-200公里以上，
所以在外海就可以对我们实施做炸射。那但是有一种武器，它是希望飞手来练习的，就是像这个样。我特别要讲就是，如果各位有坐过飞机的话，应该都知道。或者是说我们看 Google 地图嘛，街景图，从上面往下面看，跟我们从地面上面看，那个角度不一样，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那以前来讲的话，我们跟空军协同作战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空军这个飞行员讲，我们这边容易辨识一个地标，譬如说桥梁，对，譬如说哪一根烟囱或哪一栋大楼，让飞行员可以看到那种，他才看得到。你刚才讲说什么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很可能会攻击到我们自己。那实在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要在地上铺设布板，那布板用白色的布铺成一条，然后这个指的方向，让飞机从上面可以看一下，有时候有一个梯形的一个白色的布，他从这个东西。他看到以后，我们再告诉他说，你向东边或者是多少方向、多少米位方向，然后多少距离都是敌人所在的位置，不然很容易飞机会炸到自己人呢。他如果说是没办法辨识来讲的话，你敌我交战，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辨识来讲的话。他就很容易攻击到自己人，所以我用这张图来讲，好，大家知不知道？像我们台北市最容易的辨识有几个地方？第一个，我觉得是101大楼。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我们如果说坐飞机，不管是你降落松山机场或者桃园机场，很快就可以看到101大楼，就像高雄的85大楼一样，那很明显一个地标。那你看101大楼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辨识到101大楼，它的无人机就可以对总统府或附近的重要政经设施来做一个我们所谓斩首作战，也就是说对我们政经指挥中心来做一个攻击。我个人研判呢，应该是给他无人机的这个训练，他们操作飞手来做训练用的，辨识这个地形。那他经常看手尾，他到这个地方来，他就知道什么地方是什么位置，他要攻击哪一个点，他就很容易辨识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共军其实他也在更新迭代它的战法，尤其是这几年无人机大行其道，因为无人机的这个盛行哦，比如说像是这个两亚战争，亚塞拜然哦，对岸方阿塞拜疆嘛，跟亚美尼亚，对，那一次无人机就是大显神威啊。是。那这一次乌克兰战争，我们更看到无人机根本就是这个完全是战场上最重要的一个查打的利器，不管它是蹲存的查还是打，那。这个就等于说，共军开始在构筑新的方式，因为其实这个我一开始以为它是跟朱日和基地在一起，后来发现它是在内蒙的另外一处，所以这个是专门来练无人机的，这跟之前搞那个总统府那个地面攻坚作战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上次总统府那个图像哈，其实在军队训练里面这是必要的。为什么我们不只是说，光解放军有这种模型训练？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就是以色列他进攻加沙的时候，他也是做了一个模拟的地形来做这种训练。所以军队里面这种训练很重要，因为你一旦到了战场，到那边这个士兵心里头都会很紧张嘛。那在这种东西都有些动作你必须要直觉式的。我看到这个场景，我就知道右边有一个坑道，或有一个地洞，或有一个掩蔽物，我马上就可以利用。这就非常清楚了。对，你到这边你练习熟了以后，这个士兵来讲的话，他如果说是真的要对这个目标攻击来讲的话，他到这边他就很熟悉那种场景，他习惯在怎么样，他不会说到这边，我还研判说，到这个距离有多远，我要跑几步可以到什么地方。这已经在做攻坚训练了，就是任务分配。其实这个在军中训练是很平常的事。那我们台湾为什么没有类似像这种模拟？因为我们不会去反攻大陆，我们不会去那边作战，所以我们没有这种设施。但是我们也有这种类似，我们就实地实战，就是我们这每个部队所谓的战备训练月的时候，利用那个月的时间，你进入你自己这个作战的位置，去熟悉那边的地形。所以兵在哪里战，就要在哪里训，这是所有兵家必须要了解，而且一定会做到的一项基本的功夫了。那这个朱日和基地其实他所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据说是非常扎实的。然后他们有很强的这种台湾叫甲敌连嘛，那他们就是红军蓝军嘛这样的作战哦。那将军怎么观察呢？他们这种作战是真的要对台湾进行攻战，还是斩首型都有，还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型的各种状况它的演训？我特别要说哈，其实部队本来就是要为战而训嘛，
就是说你是一定要作战你才去训练。那训练的目的，你当然要结合实战来做。那现在来讲，不能说是我平常都没有做这种训练，我突然就要是在这个地方用兵，那是一定失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看到这相片就说共军要来攻打总统府了。但是我可以说，他这个是他的所有行动方案一个。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这个需要，我要做这个斩首作战，我要攻击总统府来讲，我有一支部队，我已经训练好了，我随时 stand by。待命，我就可以对这个地点来实施攻击。但我特别要强调，就是他做完这个训练以后，不见得就是说一定会采取这个行动方案。等于说每个方案他都练习过了。等于说我具备这个能力，对但是你不要逼我用这个能力。对，所以并不是很特殊的事情，大家也不必说惊慌了，说看到这个模型就是要打总统府，不是，而是他有这个副案，有这个备案，他有一天用不用在他如果要用的话，他随时有一支完成这种训练的部队就可以用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的政治的行动背后的支持，就是我的军事的能量。对，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特别要讲啊，克劳塞维兹也讲类似这种话哈，他讲的是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所以到底要有多少的实力才能支持对岸他的这个准备嘛？那也有多少实力可以支持我们台湾叫板的能量？那民进党政府当然它是分开的哈。我政治叫板很大声但军事准备是多少？我们可以一一来检视。那再来呢？其实除了朱日和基地，然后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这个阿拉善的这个基地竟然呢在中国的东部战区也弄了一个基地。这个基地叫做高黎山战术训练场是江苏高荣的72集团军完全模拟桃园杨梅上田举官跆拳道馆的一个街景那这件事情，军事的同袍的这些专家也都有讲到说，看起来是解放军正在演练突击桃园的要地那这个上田举光跆拳道馆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它在这个115市道跟81乡道交叉口，我们把它给调出来来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只是一个场景后面拍摄过去，然后一个小小的场景被人家找出来之后，这个跆拳道馆连这个扛棒都给你做得很像，那后面是铁栏杆它也给你模拟我跟大家讲一下后来他们发现这几个军人里面对，蓝色背章这个是海军，这个是空军这个是陆战队的，所以说他们其实各兵科都有它是一个三军协同作战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现场，就是说他有很多的细节他都注意到了，你去 Google 找随便都会找到。那这个街景真的设计就是故意的那铁窗这个铁窗这个位置是在这里将军这个有很大的军事意涵吧？这个是我们桃园嘛这是这个位置上这个线到这个上面在这里，这一张照片很明显具有很强的政治宣传的效果，然后也有一个军事的准备意涵的效果。这个老百姓看不懂，我一看就知道说他就是做给我看的，然后做给军人看，而且要懂得军事人来看。你看他很多细节，包括他这个背章，故意把它秀出来。然后他轮椅车架上面还装了一个钢架，就是防无人机的钢架都已经做了。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好，其实这个大家也先不要慌张，因为说解放军一定是这样打，不是，这我都知道，解放军怎么会不知道呢？只是说我们就这个地形来跟各位做个介绍。首先，杨梅在哪里？杨梅是在这个地方嘛？对，你看这边叫湖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形特别高出来？比较高，有，这叫湖口台地。那这一块就是林口台地。对，桃园机场在这边。对，我们前一阵子大家经常在讲红色海滩，红色海滩在哪里呢？就是这一段海滩。为什么是这一段红色海滩？因为它海水的坡度刚好大约是30度，也就是你经常会看到有一种场面，就是 LST 那种大型登陆舰可以直接抵岸，我们把它称之为红色沙滩。那有些因为沙滩的坡度不对，很远，它就要搁浅了。那这个地方这块山脉我们叫孤鲁山，就是小人国。那你想想看我们经常讲说是我们要建立滩头阵地，这就是标准滩头阵地。滩头阵地有个条件，就是说我后续来讲，我可以保障我的后勤的物资、后勤的战力可以源源不断、安全的上岸，这叫滩头阵地。那所以我一定要对我滩头阵地有一个这个军事上面构筑一个防护的一个网。第一个是距离，在最起码在敌人轻炮兵的射程之外。那你各位看看，你不管是在台北市你摆了炮兵，或者在这边摆了炮兵，如果这一块这样起来的话，你是不是在这边红色海滩登陆？小炮了大炮我不敢讲，最起码你小型的迫击炮你都打不到我。第二个，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交通来讲的话，你看国道3号、国道1号这边还有省道。对，还有这边滨海线，还有铁路，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控制了这几个山头的话，南边的部队你就上不来了。所以这个地方相对于台湾的脖子，对，因为从这个地形来看，这个台湾的头是台北嘛，
那这样一圈把你卡住，那你就跟脖子你下面都上不来啦。对对，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辆战车有没有？那辆是轮型的车辆，轮型车可以装在运二十上面。就如果说是它的994这个主战战车的话，可能装不下。装的数量可能也没那么多，但是轮型甲车就可以，轮型甲车可以就没问题。有空军有海军，海军又是准备在这边正规登陆，或者是在永安渔港或者是观音渔港，在那边他做行政下卸，我就不见得要用抢滩，我一般的货轮或干什么，我就可以进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有海军，有空军的，就是他飞行员可以降落在桃园机场，让这个2栖战车可以直接用飞机直接运下来，那速度很快。但是我特别要讲，桃园杨梅这个地方只是它行动方案。那我们这个行动方案来讲，我们有没有做好反制的作为？其实也有做好各种准备。比如说我们在湖口地区，我们也部署有重兵在这边。湖口这里有2个装甲旅，对。所以湖口有2个装甲旅，其实很重要的是要防止我们的脖子被卡断。对，还有269旅也在杨梅高山顶，然后我们陆战队也部署在林口台地。好，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不必特别慌张，因为我都知道这么多年了。但是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代表含义就是说，你这些东西我都，老公来讲的话，你们这些地形我准备的方案我都有，我让我的官兵，让我部队熟悉这边街景啊、街道啊或路线啊，时机成熟，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做作战来讲的话，我已经完成我的这种攻击的部队的训练。那我们台湾我们自己知道，这就是作战双方来讲的话，一定是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哈。那我想有个疑问，就是很多人都讲说，老共这些军训军演都是华而不实哦。那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那看起来不是华而不实，而是很实际、很实诚的在处理未来跟台湾作战的一个问题。对，这句话我觉得是关键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些都不是军事机密，但是关键是什么？就是你训练的实不实在。最后要回到战绩，军事里面就是战略一定要知道你的战术，战术知道你的战斗。但相对的，就是战斗你可不可以支持你的战术？我有这个战术方案。对吧？我们国军你要这样子打的话，我是怎么样去反击？那解放军来讲，你要这样子攻来讲的话，那人家会怎么反击？他现在就是在演练这种。那紧接着最后就是谁的训练扎不扎实？我觉得谁的训练扎实，谁就可以打赢这场战争。应该说你能不能达到你的战术目的啊？对。你讲很多，你排兵布阵，像我们现在每天讲很多很好听的话，很多的这个军官军人对于政治人物的要求，他都是一味的答应嘛。对，那讲很多好听的话，我们一定可以阻断，可以怎样？可是如果你的战绩不够精良的话，你想定这么多作战目标，我们驻几个旅都没有用。对，问题是你挡不住啊。就是你训练的精不精良嘛？你不能说到最后回归到你这个部队有没有士气嘛？好，为什么军纪纪律很重要？就是你要有这个士气，我愿意打。第二个，你训练的精不精良，对不对？同样的战车在你的手上，你这个炮打得准，在他的手上他炮就打不准，那就没有用嘛。你战术再好，你战绩、你的技能、你部队的训练，你不够支撑你的战术作为，你还是会吃败仗。那我觉得他这张照片放出来最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我如果说是要武统台湾，我在杨梅这地方的行动方案，我已经在不但只是嘴巴讲，不是纸上做计划，而是我实兵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做训练了。我觉得他要释放出来的是这个用意最大。我都觉得那个背后的山形很像我们观音山啊，对，就有一种似曾相识感哇，所以看得出来哦，他们作战。那我想进一步来请教一下将军，如果说今天我们找到一个桃园的作战计划，那共军还有可能从哪些地方？这是全台湾的地形图哦，因为我们知道行军打仗抢占高地非常重要。就台湾这么复杂的地形来说的话，共军作战它大概还会有从哪些地方来呢？我再讲一个屏东好了哈。好 ，OK。为什么我特别要讲屏东？因为这也不是我讲的哈，这个是什么？是在上个月的时候，美军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兵推。这个《华尔街日报》之前公布了这个兵推的一个详解啦，哈，他说2026年的台湾呢，如果爆发战争，可能的最终结果是经过3周高强度的战争之后，解放军复变，两栖作战能力骨干也将瓦解，美日台付出重大损失的状况下得惨胜啊。其实这个题目啊，他们已经用过好几次了 ，The Fast Battle of the Next World。这个之前我们也有报道过，也有聊过啊。这个叫什么？第1集之后的接下来的作战啊。对。那第1集当然就是指说这个共军方第
理解，那大概以下目前我们知道就是饱和式轰炸嘛，就其实俄乌也是这样打嘛，以色列也是这样，以色列步兵要进到这个加沙走廊之前，先把你炸烂，我连医院通通给你摧毁，这样子一个状况。可是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大的事情，是因为大部分的媒体都看在上面，尤其如果比如说你是比较支持当今政府媒体，你就会把它吹得很高就是你看这解放军完蛋了，虽然我们惨胜，但还是胜嘛。可是我想看细节他说这里面讲到台湾防御侧重于北中部但解放军可能会在南部进行登陆作战。二战期间呢，意大利的战场的类似登陆选项不多的情况之下呢，解放军也设法夺取机场而且派旋翼机来投放物资那开战之初呢，就从枋寮附近来登陆，对屏东机场实施包围。后续呢，虽然被狙击那3周冲突之中呢，也会成功推进到高雄市，并且进一步前往东海岸，但却无法建立纵深致使两栖单位遭到歼灭。美国的盟邦攻击之下，原本的陆军解放军成为最终的战俘那虽然结局呢是蓝方，也就是美日台联军胜，但各方元气大伤那不过不免俗，这一定要做个政治宣传嘛比如说肯西恩呢就这个兵推的主持人之一，他就说台湾的民主自由会巩固维持。我不知道这个是他的结论，还是说打这个仗加入民主自由之后战力会特别坚强可是战争是子弹跟炮弹，不是嘴炮。我这边其实我黑人问号，就怎么战争扯一扯到最后变成民主自由的精神？那也许是精神战力吧但这里面有很多几个想定，我觉得很有趣，来请教一下嘉勋。第一个，我们先从战略战术战役的层次来解释。想定战略，美日台会联军，过去的兵推很少把美日台联军直接想进去吧，现在的兵推通通都是美日台联军。今天早上最新的新闻美国他们有一个智库学者也发表类似，就是说依照地缘的关系来讲，如果说中国大陆占有台湾之后，我们大家看一下，如果说中国大陆在地缘上面占有台湾之后，然后日本的生存将会遭受到很大的威胁，因为它所有的航运来讲，一定从这边经过巴士海峡到日本。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早上这个论点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那最后我先讲他结论，这个智库的结论就是说，台湾要保持现状。如果台湾一旦是沦入中国之手之后，那日本威胁就很大。那所以为什么美国跟日本就很紧张，一定要看好台湾，不可以沦入中国被武统统一去了？但我觉得他们这个论点有一个很大一个逻辑上犯了一个很大一个错误。第一个怎么说？为什么就是中国有台湾之后，他一定会把你日本的这个海上交通线截断？我不认为中国会做这种事情。那他们会有这种想法。美国来讲，他一直是修习里德陷阱的理论，就是说，你一旦强大起来，你一定会去欺负别人。这西方霸权思想就是这样子。那日本来讲的话，他是东方他为什么也这么紧张呢？因为他们自己造的孽太深了，你知道。他呢，不管是当初在中国这个几次的侵华战争，然后甚至于南京大屠杀，他知道中国人很恨他们，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日本来讲，你应该寻求怎么样来做一个和平解决。历史上面，对大家都知道，犹太是德国的纳粹主义嘛，他那时候残害犹太人，但是他们德国来讲，也不至于说他会大家认为说你在强盛起来以后，那你会对我欧洲其他的国家会造成威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德国道歉了。但是现在日本来讲，一直没有为侵华战争做道歉，一直没有为南京屠杀做道歉，他们现在还不断的在挑动军国主义，所以我觉得日本会有这种想法，认为中国会切断他们的海上交通线，完全就是做贼心虚。但是 anyway 不管怎么样，现在美国跟日本，他跟中国一定认为说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岛链，台湾不可以落入中国之手，所以他们现在直接想定成美日台联军的逻辑就是对，是这样子来的。那他的进一步来推算就是说，好，那如果真的是美国掺和进来，那我们就从地形来看好了。就刚才的作战的说明，它是枋寮在这边嘛，登陆之后一路北上，那屏东机场在这里在屏东市嘛，控制了屏东市，然后打到高雄，然后再往台东去，那就解放军就被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不是，其实他这个兵推我觉得他也是偷懒，他就是政治兵推了，他只是把以前美军2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的一个提路作战计划拿来当做他兵推一个资料，那目的他最后就是要凸显，就是你解放军会惨败，我们这边会惨胜。那其实这个计划是麦克阿瑟那时候在2战的时候，他准备对日本实施攻击的时候一个作战计划。他原来是要在台湾登陆的，那时候台湾登陆就是在屏东登陆，就是枋寮。屏东这边它也是红色海滩，每一年联星演习，所以联星就是2栖登陆作战演练，都是在屏东那个叫嘉鹿塘那个海滩。好，再来。这个地方有几个，就是枋寮是一个渔港，那屏东机场在这边。其实，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你看看它这个口，如果切掉以后，固守到这个口，
南部的部队大概就不管你怎么绕就过不来了。那北边他准备登陆以后，然后刚刚讲了加入场可以登陆，对不对？红色沙滩，另外那边也是一个很好的空降场。空降场在哪里？平河公路。对，平河公路你往右边看，一望无际的一块甘蔗田。对，那是很好的空降伞兵的地方。那如果说是在这边登陆，然后利用枋寮渔港做后续的运补来讲的话，然后兵力往北边推到哪里？高屏溪。对，好，利用高屏溪这边当做一个防御工事。你看这高屏溪，然后这边沿山公路，对，就是万金教堂那边哈，然后一路下来到这个地方。你看这一块是不是构筑好一个很好一个探索阵地？那当初麦克阿瑟做这个计划他是干嘛？我只要夺取到屏东机场以后，我不见得要往北打，他准备利用屏东机场，我的 B-29就可以在那里起降。我从台湾这边起降，我就可以去轰炸日本东京了。但是我刚刚讲那个方案哈，对我特别讲，其实攻守双方军人都知道，对，日军知不知道？日军也知道。那我特别要讲一个比较叫石头营。这个营区它在哪里呢？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阵地叫石头营。然后从那条路上山哈，叫浸水营。当年胡适他爸爸到台东去当知州的时候，就从这边这样子翻过去，有一条路啊，那个路口那个地方叫石头营。那时候日军知道美军在这个地方会有作战计划，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日军或美军。我们军人一定要很扎实的训练，对，所以你经过很扎实的军事素养之后，日军也知道说你可能这是你的作战方案，所以我在这边盖了一个石头营那个地方，大家如果说可以 Google 去查一下，他盖一个什么坚固堡垒步炮联合阵地，那个步炮联合阵地一直沿用到什么时候？沿用到我当旅长的时候还在用他那个阵地。那这个地方距离我刚刚讲的这个加入场海滩大概5公里左右。我这个阵地里面很坚固，就跟那个阵地坚固到什么程度呢？坚固到这个硫磺岛登陆作战的时候，日军不是最后坚守硫磺岛吗？对，就是那种程度的阵地。它盖在这个地方叫石头营，然后可以打你空降的，可以打你登陆的，我所有炮都可以轰击到你。哦，所以这个我们国军南部的333旅。大金、小金、末路、万金会驻扎在万金的原因就是这个。对。哦，所以万金的333旅是在扼控屏东平原，避免它从枋寮这个红色沙滩进，因为这里都是平原嘛。333也是这个装甲旅。对。所以我装甲车可以很快去驰援到海滩上。海滩不管是所以你部队如果从这个枋寮上来后，我可以很快的给你挡下来。对，你就是这边加入场登陆，这边这个平河公路那边空降。那我如果说这边有个石头营的坚固堡垒阵地，在这边这个对你攻击，然后万金的部队装甲部队来扫荡。我想说奇怪，为什么333旅要去一直驻扎在万金？原来是这样，这是从日本殖民时代就留下来的战略布局。对，但是我特别要讲我们这个民进党政府真的是极糟糕到极点。这个所有军人都知道，你问我都可以讲得出来。那我的长官会不知道吗？对不对？那你要不要跟我想说，蔡英文你是三军统帅，你如果关心军事，你真的是有心要抗中的话，你一定要了解这些基本军事嘛。这么坚固、这么重要的阵地，在我任内的时候，它还是要塞管制区是属于堡垒阵地是老百姓不可以在那周边去乱盖房子干嘛？影响到我炮的射击啊射击。我跟你讲，他还干一件事情，他把石头营干什么？种电。认真，全部拆掉。你如果说当个古迹文化保存也好，对，那是日军留在东南亚，最后因为我们国军在现在来讲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包括硫磺岛的，包括这个塞班岛的，大概都没有。唯一一个有的就是石头营。那战时的时候，其实国军也可以用，对不对？我那时候还每天派人去打扫，知道吧？那坑道什么都维持得很干净啊。我们炮准备架在那边，阵地周边，那是我指挥所在那边啊，我们都保持得很好。那就我大概3年前吧，3年前他在这地方把它拆掉，全部打掉，种电。如果说你真有心抗中保台，对不对？你保住台湾的这些遗迹，好，第一个你就破坏古迹嘛。史学家研究说，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这2战的唯一留下一个完整的一个堡垒是我们这个地方。然后你保也保不了台湾的古迹，你抗中你把阵地拆掉，那亲日也是亲假的啊。平常表面上表现出来对日本文化多么喜爱追求，然后一大堆日本人还帮安倍晋三立铜像，对啊，还去鞠躬，对啊。
结果真正日本人留下来的东西把它打掉了。那打掉不讲，你把我们阵地拆掉，那么重的，我刚刚这样讲你就知道嘛哈。所以我觉得哈，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知道抗中保台，你到底是讲真的，还是只是一个玩弄老百姓的口号？我可以理解将军的痛心的，对，看国军被政治折腾的不成人样。对啊，我以为砍树种电，哦，这个渔电共死，然后呢，这个废耕种电已经够夸张了，还有拆军事碉堡种电的。对啊，还拆古迹，那怎么扼控呢？你要扼控个什么东西？那就没有。你没有要塞阵地，你怎么去守这个地方？是啊，所以你看哈，这边哈，这步炮阵地在这边，装甲旅在万金，步战炮协同作战才能够确保这个地方。你现在步炮被打掉了，你剩下一个装甲有什么用？无人机一下就把你干掉。哎，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对岸这个在一边在准备，结果我们呢自己啊，政府自己在拆东西啊。对。那另外再请教将军，就是说，如果从渡海来说，共军会从哪里出发的可能性比较高，还是多路出发？我特别要讲哈，你不得不佩服我们国军哈，这么牺牲多年的这种牺牲家庭生活，固守金门跟马祖。我们知道，如果说是2栖登陆作战来讲的话，那一定会在接近于半渡嘛哈。也就是说，你在海上航行的时间越久的话，你的战损会越大。现在如果以这样地图来讲的话，你认为解放军在大陆沿海各个码头离台湾最近的是哪一个？平潭在这里。对，但平潭只是一个岛哈。我们讲马祖，他们那个有个港口在那边嘛。以前我们海军官校也在马祖对岸，然后金门对面是厦门港口，这都很好的装载的码头。那如果说我们那2个码头堵在你的港口里面，所以金门我们每次去看到现在为止，还经常看到什么那种观光表演在那边做炮操，就针对他码头的。如果说你码头在那边战备集运来讲的话，我就可以对你那个地方实施攻击。然后如果再远的话，你可能就是往南的话，可能要到广州啊；往北的话，可能要到这个温州那一带。那边如果到台湾来，海上航行的时间，可能以那时候的海上运输工具，可能就要2天。那你2天，大概台湾就用空军就把你干掉。所以为什么最容易过海？其实反而讲是金门跟马祖。所以金门马祖老实说，还确实有它的军事对保卫台湾确实有它的战略含义在。那第二个哈，我们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我有一句话叫“攻台必先攻澎”，对不对哈？所以当年郑成功也是从金门打澎湖。其实郑成功之前，荷兰人到荷兰也是这样，也是先到澎湖。所以澎湖有一个沈有容欲退红毛帆碑嘛，对，还放在这个澎湖天后宫。大家如果去马公的天后宫看哦，那个碑文还在。然后澎湖哈，清朝的时候，澎湖为什么很重要？你光澎湖有多少个清朝都在那边盖的那种炮阵地啊？东台炮堡、西台炮堡，还有金龙炮阵地，在马公本岛。就代表说澎湖很重要。对，你看他那时候沈葆桢盖的嘛哈，然后台南是一个意在京城，对，淡水有一个红毛城，对，高雄那个在中山大学附近。所以你看看哈，这边淡水、台南、义城、新城、高雄这边有一个，澎湖它就盖3个，那你就知道说从清朝军人眼光就知道说是澎湖有多重要。对，石朗也是从这里啊，金夏出发打澎湖，然后再打下来。对，那澎湖的地理位置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得出来。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澎湖我台湾所有来讲的话，它就变成台湾的一个前哨阵地。敌人如果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在南部，我们刚刚讲南部这边登陆，或者北部这边登陆，我澎湖的军队，如果你没有拿下澎湖之后，我会从你屁股上面把你打你，或者甚至把你后续的海上运补线把你截断，所以你一定要先打下澎湖。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一定是先攻击澎湖了。对，这个以我个人眼光来看的话，第二个就是攻击澎湖对台湾的民心士气影响也会很大。对，我们台湾人可能损伤最小，但是影响士气最大。所以我觉得澎湖一定势必是这个共军如果说是要武统台湾的话，他澎湖必然会先拿下澎湖。那最后当然来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一开始就破题在讲啊。作战指挥最重要的是，那你的战训演练到底到不到位嘛？否则你你战略再宏大，战术再灵动，那你战绩不能执行，没有用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新的义务役呢结训了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义务役的这个合照嘛，哈，恢复1年役兵制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吧。好，2栋3旅的1年期义务役呢入伍结训啊，通过8周的训练呢，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哦。那当然巴拉巴拉讲了很多啊。那我们来问一下将军，为什么特问将军这个？
将军是训练过非常多新兵的啊。这个是2-2-2-6T 啊，哈，像我是2-2动3T，我已经够菜了。那这1T 退3步，那在将军面前已经退到这个巴拉圭了吧？没有开玩笑啦。但是你怎么看呢？我们现在新兵训练到底行不行，扎不扎实？然后这个恢复1年兵役制，真的有办法达成我们的战术目标了？因为我知道现在志愿退得很凶啊。其实我特别要讲一件事，这个我们军队哈，你要先讲，你要会先带兵，你会带兵以后，你才可以去讲练兵，最后你才能够讲用兵。用兵成绩就是战术战斗那种成绩，练兵是练战技的，然后带兵是什么？带兵你要会带心，要纪律，维持纪律。所以我们军中讲，一开始进所有营区大门，以前都有一个军令如山，军纪似铁，对不对？爱的教育，铁的纪律，我们都会看到这标语。所以那个纪律是什么？就代表你要会带兵，你要维持纪律。然后完了以后，你有这个纪律之后，你才可以去练兵，你才可以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服从守纪，最后才能够怎么样？你才能够把这些兵运用到战场上面。是你如果说不会带兵来讲的话，你根本就不要去谈练兵。那我们台湾人就一直认为说是这一批是新兵了，训练的好不好？那我反而要问说，你带的好不好？我们用目前今年我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军中自我伤害的案件有多少件？今年9起了，15起。哦，15起了。对，12起已遂，今年12起。然后你讲9起是这一个月就9起。我特别也是勉励这些新兵啊，也是勉励他们下部队的干部。我要特别提醒他们一件事：这些孩子当兵的这一年最痛苦就是今年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他在中心的时候，他迷迷糊糊的进去了，他不知道，然后大家就跟上学一样，对不对？学校开学第一天很陌生，但同班同学我们每天上一样课，大家都做一样动作，没有分什么高低，工作没有差别，他习惯。但是今天他结训以后下部队，他可以说完全陌生。第一个，他要面对陌生的长官，这长官他不晓得，然后我分到那个连是魔鬼连长，还是什么天使连长，他不晓得，心里头忐忑不安。对。第二个，他面对的是陌生的老兵，听说部队有老兵欺负新兵，那这些老兵会不会欺负我这个菜鸟？我在里面是最菜的。第三个，他要面对完全不熟练的工作。你认为新兵在中心教的工作？教育他这些步枪、立正、扫息，他说部队，你这部队要操练的武器跟这中心完全不一样。对啊，那他会不会会不会被修理？这时候是他最痛苦一天开始。刚放假很高兴，到了新的单位去报道，他怀着忐忑不安、非常的恐惧、害怕的心理。一起菜是一起苦啦，而且刚新训对现在孩子，我自己的经验是，对现在孩子来讲，进到部队里面，那因为我是硕士体育党，就我们是自律性很强，很痛苦。因为以前根本不了解什么叫服从，服从就自己管自己啊，有什么好服从就做不到，那你被当掉当肥料，那你的事嘛，那你自己要对自己负责嘛。那部队不是，对，部队是什么？就是上面说，下面听，听了就要做。他交给你任务，你不见得会做。对，你刚才说我不会，譬如他如果说分去一个保修连，在保修连里面叫他去修车，他不会修啊。我在中心没有学这个啊，你现在叫我去修，然后我万一修不好的话，你就开始骂我，那会不会有没有可能说，我不是汽修科，你怎么叫我去？我想会哦。老兵说你去修哦，你去弄哦，把它弄好啊。我不会啊，你不会自己学啊。当兵什么不会，对不对？所有生小孩都要会。有时候我们自己军中要知道有一些次文化，像这次宪兵营，总统府宪兵营的事我一看我就知道，也很感慨了。我觉得说这东西，当然希望国防部能够勇敢的面对，把真相调查清楚。你看那个古姓士兵啊，才21岁，21岁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他大学还没有念，他就去当兵了。然后代表是一个很菜的新兵，很年轻的新兵。那你看排了班表，国防部会宪令部到最后弄一些假班表出来，就代表什么？中间这些卫兵班表谁排的？那上交班表都是假的吧？部队都这样，这种行之有年的很糟糕的造假文化，这个已经是部队的。不是，现在关键是说，对他为什么要造假？那这班表是谁排的？造假代表说这个班表确实是排出来会让这个兵压力很大，受不了。那谁会去排这种班表？我跟你讲这些长官你们不知道，像这种军中的一些次文化，有时候一些连长他自己偷懒或干嘛，他没有去很认真审查班表的话，
就让老兵去排，你知道，老兵就会把自己排轻松的时间、轻松的班次，最烂的班表嘛，因为这个10点前要就寝嘛，对，然后呢就给你排这个2次动2，对，2次动你就24点到2点，然后呢后面呢再给你接个动6动8，好那边捆啊。对，就是说9宵啊，弄上哨完下哨，上下哨，如果站得远一点要半小时啊，要交接哨啊，还提前去啊。那是你当的部队，因为你是跟我一样在土步兵，对不对？随便躺下去衣服，宪兵不一样。现在不一样，宪兵的衣服要很整齐哦，他着装就要很，他卸妆的时候也很麻烦哦，他衣服一定要挂好，不然那衣服不。哎，皱了就惨了，皱了就惨了。所以，尤其是站总统府宪兵，那上哨下哨中间要多久？你中间什么站2休2，他根本就没有休息啦。你不要骗别人啦。我特别讲，你要先会带兵嘛，哈。我们现在我自己对自己部队期许就是说，不要求这些兵，你把这些兵训练成无敌铁金刚，倒还不重要。你先把这些兵带好，你让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退伍，不要在军中被欺负、想不开或做自我伤害。因为最近连续发生这么多件的自我伤害案件。实在让人家很痛心，实在让人家很痛心，而且你当家长，你心里怎么会有多难过？那种好好一个孩子送到你部队去为国服这个兵役、尽这个义务，最后这个是一个骨灰坛回来，然后军中有时候就跟你讲，他自己想不开啊，他家庭因素啊，他感情因素啊，我觉得但有没有人这东西讲不出口，你知道？所以我期勉这些新兵，你们现在捷运下了部队以后，一定要。更要勇敢，要坚强，对不对？然后一定会有一天你也变安棍，然后家长这时候要多关心他们，然后部队的各级长官也要注意到他们这时候心里是他们最惶恐、最不安、最害怕的时候，慢慢辅导他们，对军中的你这个单位里面的各项事务人物他都熟了以后，然后再比较放手，不然你几乎要90%的心力用在这个几个兵的身上。是哦，我想啊，这个当然是希望我们的部队在训练的时候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退伍了哦。那但是训练能不能扎实，能不能最后保家卫国呢？我们也想啊，这个一张世界地图就讲了嘛，现在打得热火朝天的乌克兰，打得热火朝天的以巴，联合国叫你停火，他都不停，哦，他照打不误哦。那台湾现在还有和平，希望大家要记得要守护。好，我想我们今天关于整个共军如何这作战的这个方略哦，把它这做了蛮详细的爬书了啦。哦，那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哎呀，这些东西啊，你讲出来呢，叫做通敌。好，那呢这个看到他了，你要笑他，对不对？可是经过详细的分析，你会觉得发现，到底谁是纸老虎，谁是软脚虾？是，好，这不能开玩笑啊。很扎实的去探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政府干事情是这样干的啊。原来政府是这样安排的，匪夷所思啊！那个重要碉堡都可以给你拆掉，重电，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头皮发麻哦。那所以这个两岸的问题啊，甚至或者说台湾的国防的问题哦，看起来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并不是真的用这个保家卫土啊。或者说所谓的这个真正他们口号上喊的这些什么抗中保台这些东西为主啊，事实上还是以他们的政治利益为挂帅吧，金钱利益啊，政治利益及金钱利益，这权钱交结啊，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啊。那希望给大家多一点的启发跟这个讨论啊。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一集呢，可以成为一个经典哦，以后大家看这些相关的话，可以一起来这个再讨论。好，那最后还是要希望大家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冲刺30万订阅，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我们这个最近增加的蛮快的，然后呢，一定要加入会员啊，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也欢迎大家可以超级留言，超级感谢。好，那会员的话，现在呢，我们都有一些花絮，还有在我们正片呢塞不下的内容呢，完整版啊，独家独供给会员啊，所以你看个过瘾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那最后呢，也可以通过线下的赞助啊，这个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这样子的，跟我们更多的粮草，让我们做得更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将军，是谢谢各位观众，好，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